部分的物质或是能量可能会以波的方式加以传递，例如声波、水波或是光的行进。可是不同的波源可能会相互干扰，因此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分析方法就是重要的课题。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以下的介绍。波的传递是常见的物理现象，无论是声波、水波，甚至是光的行进或是电磁波，都是以这个类型加以呈现。然而波的传递相当丰富多元，例如以画面上方的波形为例，它就带有高低起伏，富有变化。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可以建立一套有效的方法来分析波的性质？然而提到波的传递，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当然就是三角函数了。三角函数的基础函数赛函数和口赛函数是大家所熟知最基本的波形，如同画面上方所呈现的两个图像。可是如果要用这两个基本图形来诠释上方的波形，似乎不太可能达成。于是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延伸。我们将原来的赛函数跟口赛函数，将它的角度 t 转换成是2倍、3倍或是其他的整数倍数，就会形成其他不同的波形。而这些波形它的性质都大略相同，然而也有部分相异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猜测是否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波形来拆解跟分析上方的波形。所以我们先针对这类赛函数和口赛函数所形成的波形加以分析。不论是我们所熟知的赛函数赛 t 或是口赛 t， 以及2倍或3倍所形成的三角函数，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有共通的性质，它们的最大值都会是1，而最小值也都是-1的数值。然而它们的平衡点都是在0的位置，所以它们的振幅也都是1。不过这类函数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在它们的周期。以我们所熟知的基础函数赛 t 跟口赛 t 为例，它的周期就是2拍，而2倍角所对应的函数赛的2t 以及口赛2t， 它所对应的周期就是原来的一半，变成是拍的数值。然而3倍角所对应的函数，它的周期就会变成是2/3拍。另一方面，假设把变数 t 视为是时间轴的话，而它的单位是秒，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它所对应的频率。我们知道频率就是周期的导数，所以以原函数赛 t 跟口赛 t 为例，它的频率就是2π1，而2倍角所对应的函数赛 2t 跟口赛 2t， 它所对应的频率就是π1。然而3倍角所对应的频率就是2π3。所以这类角度的倍率不同所形成的赛函数跟口赛函数，它们彼此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频率的不同。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角度的倍率越高，那么它的频率也会越高。倘若我们回过头来想要分析上面所呈现的波形，我们就可以尝试把它分解为刚才所提到这些赛函数跟口赛函数的组合。换句话说，就是把它拆解成不同频率的赛跟口赛函数。现在就让我们落实这个想法，尝试将上方的波形拆解为刚才所提到不同倍率的赛函数和口赛函数。首先，我们将上方的波以3度空间的展示描绘成下面的图形。经过特殊技巧的处理，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将当中的赛函数抽离出来，变成是后方的绿色曲线，也就是赛 t 的函数。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拆解出另一个图形，也就是赛的2t 图形，如同后方的蓝色曲线。所以我们就成功的将这个图形拆解为赛 t 和赛 2t 这两个三角函数的叠合。所以由此可知，如果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波进行类似的拆解，那么我们只要分别掌握不同频率，也就是不同倍率的赛跟口赛函数的对应性质，就可以回过头来拼凑出原来波形的性质了。前面的介绍就是本单元的主题。对于大部分周期为2拍的函数 f of t 而言，我们可以把它表示为不同的倍率所对应的赛函数和口赛函数的组合，也就是可以写为下面的展开式。f of t 等于是2分之 a0，
再加上 AK 乘以 cos 的 KT， 再加上 BK 乘以 cos 的 KT 所对应的无穷和。而等式右边的无穷和就称为是该函数 f of t 的傅立叶级数。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傅立叶级数就是落实刚才的想法，将原来的函数可以视为是一个波形，拆解成不同倍率的 sin 跟 cos 函数。然而，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计算它们所对应的系数 AK 跟 BK 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公式来加以求得。当中的系数 AK 就是1/2乘以原函数 f of t 乘以 cos 的 kt， 在一个周期的范围，例如负派派所对应的定积分。而系数 BK 则是将上方的 cos 函数改为 sin 函数，也就是1/2乘以原函数 f of t 和 sin kt 的乘积，再负派派的定积分。根据数学的严格论证，如果我们可以计算这些系数的数值，就可以有效的将一个波形，例如 f of t 的形式，拆解为刚才所提到不同频率的 sin 跟 cos 函数所对应的组合。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以下的范例来落实刚才所提到的傅立叶级数，也就是将波拆解为不同频率的 sin 跟 cos 函数组合的概念。假设函数 f of t 是周期为2π的函数，而且它在负派派的区域当中满足π/t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尝试将这个函数图形描绘出来，如同下方的图示。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其他的区域，它的图像都是该函数在正负派之间图像的平移。虽然这个函数图形跟我们所熟知的波形不太一样，不过在实际的应用上面，部分的讯号传递也许是以这个形式加以呈现。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刚才所提到的概念来分析这个函数的性质。首先，透过前面的定义，我们可以计算系数 AK 和 BK 的数值。系数 AK 就是1/2乘以该函数在负派派之间的定义值，也就是1/t乘以 cos 的 kt 与负派派之间的定积分。我们可以透过进阶的积分计算技巧，在此所使用的是分布积分法，大家可以自行验证，算出来的答案应当是0。而系数 BK 则是1/1乘以1/t与 sin kt 的乘积与负派派之间的定积分。我们同样可以利用分布积分法来验证它的答案其实是后方所呈现的 k π2乘以-1的 k+1次方。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代入，得到 f of t 的傅立叶级数，即为下面所呈现的无穷和。经过展开整理，我们可以提出 2π， 而后面的无穷和则呈现简单的规律。前几项分别为 sin t 减掉1/2的 sin 2t， 加上1/3的 sin 3t， 再减掉1/4的 sin 4t， 以此类推。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个无穷和，也就是傅立叶级数，来估计这个波形。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分析：倘若我们取傅立叶级数的前一项，定义为 f1 of t， 也就是 2π乘以 sin t。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考虑前两项和，也就是 f2 of t， 定义为 2π乘以括号的 sin t 减掉1/2的 sin 2t。接下来 f3 of t。就是前三项的和，即为 2π乘以括号的 sin t 减掉1/2 sin 2t， 再加上1/3的 sin 3t。接下来是前四项的和，或是前五项的和。透过前面的等式，我们可以预期到，如果我们考虑前面项次所得到的和对应的函数 f1、f2、f3 等等，随着我们所加的项次越多，那么对应的函数就会越来越趋近原函数 f of t 的定义性质，也就可以让我们使用这些函数对原函数进行分析。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电脑模拟动画来理解这个概念。首先是原函数的图形，接下来我们描绘刚才所提到的傅立叶级数，它前面项次所得到总和对应的函数 f1、f2、f3， 以此类推。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后方的函数图形
就会越来越贴近 f of t 的函数图形，所以就可以用来反映原函数的现值。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函数图形拉近，来观察它们所对应的趋近行为。在了解傅立叶级数的概念之后，让我们来认识它的重要应用。傅立叶级数主要就是将波，有时候就是对应的讯号，分解成不同频率的赛函数和口赛函数。由于赛函数和口赛函数是我们所熟知的基础函数，所以我们已经掌握对应的性质，所以就可以进行拆解，分析原来的函数。而这个面向在讯号处理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例如，我们去考虑以下的声音辨识。在一般的环境，我们常常会接收到不同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要辨识特定的声音，就可以将接收到的声音以傅立叶级数的方式加以分解，再截取出我们所需要特定频率的声音。例如，在公共场合进行收音的话，我们会听到不同嘈杂的声音。由于我们知道男生的声音比较低沉，它的频率相对较低，而女生声音的频率一般而言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傅立叶级数的拆解，再截取当中频率比较低的声音，就可以辨识出对应男性的声音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接收讯息的时候，在传递的过程也许会有其他的干扰，所以在接收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傅立叶级数的概念，专注在某个特定的频率，也就是当初发送讯息的频率，再加以剖析，就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讯。当然，除了讯息的发送、声音的辨识，我们其实也可以把时间 t 的概念转换成是位置的坐标轴加以应用。所以傅立叶级数的概念也可以让我们进行影像的辨识，抽取出复杂影像当中我们所需要的部分，再加以应用。除此之外，在其他领域，例如密码学，也广泛使用傅立叶级数的概念。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知道，傅立叶级数是相当重要的概念，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并加以应用。傅立叶级数主要是将波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频率来分析波的性质。它的运用非常广泛，可以使用在物理现象的诠释、讯号处理或是影像辨识。因此，我们要掌握对应的技巧来处理相关的问题。